大家看看，美军已经越过3-8线了。第2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，美军是不可战胜的。朝鲜方面什么情况？还能什么情况？不是节节败退，就是缴械投降啊！我们有热闹看了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在功德林学习改造的国民党高级战犯也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，其中最为兴奋的当属功德林的顽固派代表黄维。美军越过3-8线进攻朝鲜半岛，让黄维看到了老蒋重回大陆的希望。为此，他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不是刷牙，而是来到监舍门口等待最新的报纸，生怕错过什么紧要的信息。当黄维拿到最新的报纸，看到美军越过3-8线时，整个人情不自禁的兴奋。越过去了！随后，他迫不及待拿着报纸跑回宿舍，把这个消息告诉王耀武一行人。众人不禁感叹美军的推进速度竟会如此迅速，这也太神速了，简直是快刀切豆腐。人家是机械化部队，是坦克和汽车的速度。与此同时，在办公室的政委和副所长胡大树也在讨论朝鲜战争的进程，两人同样感叹美军的推进速度实在太快了。朝鲜人民军和美军武器装备差距又太大，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呢，这场战争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。政委，如果我军入朝作战，我想报名。你想报名？我还想呢。在阅览室的杜聿明一行人，首先不可避免的都是在讨论朝鲜战争。所有人一致认为朝鲜必败，因为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成为美军的对手，就是苏联也要逊色几分。如今朝鲜人民军又被打得节节败退，按照这个溃败速度，不出半年，美军就可以全面占领朝鲜半岛，入驻中朝边境。刘安国是情报官出身，他通过报纸上的一条消息，很快就分析出了我军正在组建一支新的部队进驻东北，而且这支部队的前身很可能就是林彪的第4野战军。最重要的是下边那条，部队指战员表示，东北曾经是我们生活战斗过的地方，我们现在又回到家乡来，这就是他们4野的部队。不愧是情报军官出身，分析判断非常到位。众人闻听此言，都知道了解放军在着手准备打仗，至于敢不敢跟美军交手，还不敢下结论。会不会跟美军发生冲突？一定会交手。为什么？感觉。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功德林的战犯每天聊的最多的都是这场战争。黄维整天都幻想美军快点占领朝鲜半岛，然后进入我国的东北，从而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，这样老蒋就有卷土重来的可能，他也能够继续为蒋家王朝效命。但话又说回来，理想也得有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支撑。为此，黄维开始积极的锻炼身体，先是大冬天的用冷水洗澡，然后又咬着毛巾围绕着操场跑步，可谓是功德林最大的显眼包。看看，跑得跟个小鸡子似的，还咬块毛巾，够猖狂的。他们喜欢锻炼，那我们呢就搞个运动会，凡是喜欢锻炼身体的，喜欢跑步的，就让他们跑个够。但哪怕是这样的锻炼强度，他还是觉得不够。到了晚上，又主动到锅炉房铲煤生火，一边工作还一边抱怨功德林给他们劳动的时间太少了，都起不到什么锻炼的作用。蔡守元还担心他是不是兴奋过头了，奉劝他注意休息。但黄维突然想到蔡守元身怀绝技，便打算让蔡守元替他算一卦朝鲜战场的胜负。蔡守元也不好意思拒绝，随后便拿出3枚铜钱补起了卦。谁胜谁负？这么大的事情，让我乱说，这不是让我犯大的错误吗？黄维一看蔡守元这个为难的表情，便已经知道此卦的结果。就凭共军手中的那些武器，他们战术再高明，士气再高，就算他们把东风给借了，他们也一定不是美军的对手。我敢拿项上人头跟你打赌。我也赌，我也赌，我也赌。今天的会议有人记录吗？一会儿我可以补记，所有人的发言我都记得很清楚。那你要记得清清楚楚，就以你的记录为准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在功德林里的这些国民党高级战犯，不管是茶余饭后还是学习改造，
都会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，津津乐道的分析讨论，一看过去就像战士的指挥部。而身为战区司令的杜聿明几人也不例外，他们在功德林的阅览室看着地图，同样侃侃而谈。我想问问你们对这场战争是怎么看的？康泽首先看向了王耀武，但王耀武一向谨慎圆滑，虽然他潜意识也认为美军不可战胜，但他不想犯言论上的错误，支支吾吾不愿回答，把身后的黄维都等着急了，只能扭头询问起了杜聿明的意见。美国军队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队，这一点在二战时期早已经被证明，没有什么好疑问的。廖耀湘也觉得美军在这一战必胜无疑，因为二战刚过去没多久，美军的士气正旺，其部队的基本组成并没有多少改变，作战经验也没过时，甚至武器装备都没有刀枪入库，所以目前美军的战力和二战时期相比没有多大的差别。坐在一旁的陈长捷也在这个时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现代战争啊，最终比拼的是国家的工业能力。美国的工业能力在全世界那是最强的国家，中国的工业能力在美国人眼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兴奋过头的黄维见众人都发言完毕后，不甘示弱地表示，美军打仗靠的是海陆空协防作战，而解放军却只有陆军，这样的阵容对比，这场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可言。好像已经组建了空军和海军那也叫空军，就那几架日本教练机。海军也是一样，重庆号巡洋舰被炸沉以后，手上就没有一条可用的战舰。正当众人讨论的火热的时候，所长王英光来到阅览室，他知道这些国民党高级战犯并不看好我军的抗美援朝，但还是开门见山询问了众人的看法。杜聿明作为目前战犯当中职位最高的战区司令，率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我们几个曾经和美军有过长期的合作，对美军的情况应该说还比较了解。美军的武器装备要比志愿军强得太多，特别是空军，几乎他们可以饱和使用。现代战争打的是陆空协同，制空权都没有了，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，真不知道这仗怎么往下打。杜聿明有理有据地分析现在双方的战场形势，但他还不想下志愿军必败的结论。而旁边的陈长捷也赞同杜聿明的说法，并表示，如果单单打陆军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陆军能跟志愿军相比。但美国人打仗并不打陆军，他们打的是空军和后勤。他们空军不仅仅是配合地面作战，而是地面作战的一部分，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陆军是配合他们的空军作战的。他们的陆军啊，对空军有很大的依赖，陆军到哪里，这个机场就修到哪里。美军的工兵非常厉害，全部都是机械操作，修建一个简易机场，几天的时间就能完成。听完众人的消极发言，王英光表示部分认同。如果单纯对比武器，那这个仗根本就没法打，也打不赢。但不要忘了，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，而不是武器装备。毕竟从解放战争开始，解放军一直在印证这个规律。听到王英光这么说，一直不服气的黄维站了起来反驳。他表示，武器装备永远是第一位。就比如二战时期，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，而日本却毫无办法，最终只能缴械投降。叶利三也认同黄维的说法，他拿出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军跟日军的对比，就是因为武器上存在差距，国军和日军的伤亡比例达到了5:1，甚至更多。王耀武，你客观地说一下，之所以形成5:1的比例，是不是武器装备的差距？武器装备是一个方面，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战争它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，它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，这个很重要。听到王耀武这么投机的回答，黄维不屑一顾地转过了身，不想再听。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差距实在是太大，这就是拿了鸡蛋去撞石头。如此悲观吗？随后以康泽为首的4人都站起来，压上自己的脑袋，跟王英光打赌美军在此战必胜。